我是啾啾，欢迎收看今天的健康1+1，还有啾啾新频道啾啾健康咖双频道同步直播的时间。那最近呢，啾啾的新频道啾啾健康咖呢，订阅速度有一点点的减缓下来，所以希望呢，大家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先动动手，帮忙啾啾订阅一下，然后分享，让我们的健康知识可以传播，让更多的人受益。谢谢大家喽。好，那最近呢，我们今天要谈今天的话题哦，就是最近啊，就是歌后蔡依林，她公开她的美容秘诀，哎，竟然不是昂贵的保养品，也不是医美，而是每天晚上9点半准时上床睡觉。这听说靠这个啊，她45岁哦，依然很冻龄，而且气色超级好。那听到这里，大家是不是心里已经冒出一句话：9点半，那个时候我才刚刚吃完宵夜。那么问题来了，早睡真的可以让人变漂亮吗？那如果我们真的做不到，比如说有人的工作关系啊，没有办法像蔡依林那样这么早睡，我们又应该怎么补救呢？今天我们邀请到大家都超喜欢他的大咖专家，我们要称呼他抗老帮女生更健康的专家了，他就是汉明堂的周宗义医师。周宗汉医师要来跟大家一起揭开早睡背后的医学秘密。不过先问问大家哦，先问问大家今天这个话题，就是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你昨天是几点睡的？要不要勇敢的在我们的留言留下来，聊天室留下来？我先自首，我昨天晚上应该比蔡依林晚睡好几个小时，12点才睡，所以OK， 希望大家留言告诉我你昨天几点睡的。好，我们掌声欢迎周宗汉医生，周医生你 Hello，大好。家好，我是周宗汉医师。周医生，我们今天要讨论嗯，这个话题，最近真的非常是，的火爆，就是大嗯，家都在讨论说啊，九令蔡依林，她说她每天九点9点半上床睡觉，睡觉，9点半嗯，然后而且她9点半，还提到，对，让她的外貌变得超美，因为大家都觉得嗯她一直好像很冻龄，因为她45岁了嘛，所以很多网嗯，友就跟风说，哎呀，我要我要9点半睡。所以我想请对，教一下周医生，你自己有没有试过这我么早睡呢？我其实很想要这么早睡，可是因为我的工作的一个形态，变成说让我没有办法这么早睡。我可能九点嗯，半我还在看诊，我通常看诊哦，结束大概已经接近快10点到10点半，然后还要再是，收一收。我真的有时候回家已经快要，就是说台湾的晚上都已经11点多了。对，那对，哎，我其实我曾经就是想说啊，回去要早点睡，就是好就是嗯要早点睡。可是当我的工作形态来讲的话，因为我是一直要用脑，我发嗯，现我一直晚上一直用脑的时候，我刚回家我要立刻睡觉，我睡不着，会觉得是，说好像很像是那种发动机那种引擎就是一直不断地在踩，然后你又要慢慢的让它冷却，你才有办法是，去睡觉。所以说我到时候我回去的时候，其实有想过我要回家，我要立刻睡觉。就我后来嗯。发现说，其实必须要让我的头脑沉浸大概半小时到1小时左右，我才有办法进入睡眠。是，哎，对，不过那您说到这个，我会对你说，想到你上次啊，嗯，因为每次我们跟周医生聊天的时候，其实是，都会聊到你其实非常的规律，你的规律而且嗯很自律，就是其实你都会去运动，有时候你晚上的时嗯候也因为实在是没有时间嘛，晚上也会去嗯运动，所以其实当你运动之后，你真的要把睡觉的时间拖后一点点，你才有办法真的入睡。那这样子嗯。会不会影响你睡觉的时间呢？更影响睡觉我刚刚就是想说要接着说，所以那时候我就是哦。为了要我 calm down，我真的就是跑去做重训。哦，这哎，重其实做重训可以 训的一 calm 个 down 吗？没有，因为那时候你在用脑的部分来讲的话，你会思考患者的一个状况，那患者是，我们那时候当时要开什么药，然后我针灸要针什么样的一个穴道，那可能这样的一个状况持续了大概6到7个小时。那你刚刚结束的时候，你的脑部就是一直还是不断的处于还在活动的一个阶段，那这时候我就会去做一些重训。我以前刚开始不懂的时候，我会去做有氧运动，去跑步，就越跑精神越好。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就会反而就影响到我的睡眠。可是我后来换了一个方式是，当我决定我要重训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说我的身体的一个调节变得比较稳定，所以回去的时候洗完澡，睡眠就是比较快速的进入睡眠的一个状态。
要不然以前我在还不清楚我身体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我就去做有氧运动，就会做慢跑啊什么的，反而这样会影响到睡眠。那我在还没有运动的习惯之前，我都在干嘛？你知道吗？我回家就在看电视，看电哦，视就会配什么？你知道吗？就会配宵夜。因为台湾什么都没有，就是太 宵夜最多，所以变 KNG，成说，对，所以那段时间来讲的话，我除了看电视、吃宵夜以外，那时候我其实我的身形就是第一个发福的很严重，然后整个肚子嗯变得很大，所以那时候我是嗯，大概是就是那段时间来讲的话，就是因为无整接完整的时候，我可能没有时间吃饭。有一段时间就是哦，这样子，然后可能就，是而且那时候其实我也不饿，我就想说，好吧，现在不饿我就不吃，因为以前有个坏习惯，就是我觉得我饿的时候再吃，不饿就不吃。然后是，到开始了，发现这样子一个身体的状况，慢慢的觉得，好像不太对，所以我就开始说，先规律的饮食。可是，在那段时间不懂的时候，我就是有吃宵夜的习惯，因为看电嗯，视你没有吃东西，我会觉得很怪，然后所以好像很对整个不起看电视这对个时对，然后间吗？结果就整个身体是大走样，然后肚子越来越大，嗯，整个就是整个哦，身形变得很不好看，然后最重要的就嗯，是脸会浮肿。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睡觉前吃东西，当我们的躺下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的消化液也会跟着慢下来。我们是的吃进肚子里面的食物，它并没有好好的去消化跟吸收，它反而会变得让我们在我们这个肚子里面跟肠胃里面是以腐败的方式去做是消化，所以它没有办法让我们的一个身体完整的吸收它的营养，反而变成我们身体的负担。所以是，那段时间来讲的话，其实我发现我有一个状况，就是我的嗯，眼袋变得很明显，而且那时候我的黑眼圈很重，我现在还是很重哦，啦，我现在还是很重，可是会更严跟那重就时候比，对了，我那时候比我的黑眼圈真的超级明显的，然后每次去是。医院，然后同事就说：“啊，你把酒洗安抓去用爬也用劲啊。”对啊，就是整个眼睛都变得很浮肿，那再加上我的眼睛周围的双眼皮，它会整个浮起来。所嗯，以我那时候看我的眼睛，我都觉得我的眼睛都是泡泡的。哦，所以然后后来其实，我后来怎么样改过自新，你知道吗？怎么是患者样怎么样？跟我说，因为患者从以前从以前看我到现在，他突然有一天跟我讲说：“周师，你怎么感觉好像老了10岁？”我听到这句话以后，我开始惊觉有这样子的状况，不好意思，是是，对，就所以，开始有惊觉这样的状况，然后变成嗯。说，我开始就是，不好意思，是，所以我想，其实刚才我总结一下，周医生其实提到了，你如果要早睡的话，我觉得重点就是，不管你什么时候睡，但是你在睡前再吃东西，包括宵夜，我想睡前吃东西都叫宵夜。如果你是9点半睡觉，假设哈，像是，蔡依林，那假设你7点钟吃，那我觉得那一餐就算宵夜了。所以其实嗯，晚上睡觉前真的吃东西就会像刚才周医生提到他自己的状况，眼睛泡泡、黑眼圈，然后就是变得对，很肥胖。我想肥胖就是，哎呀，我上次有采访一位医生，他说肥胖就是万病的根源。我觉得这句话说的其实还蛮有道理的。那么，我嗯，想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讲到就是蔡依林她提到她9点半上床睡觉嘛，是，那其实很多人跟风啊。那我就想，因为她确实我们可以讲她保养的真的是蛮好的哦，45岁，嗯，但是看起来哎还真的是冻龄哦，好像人家嗯，说好像吃了保鲜剂啊。所以如果是，说我们9点半就上床休息睡觉，是怎么可以嗯，让人变漂亮呢？是比如说我们皮肤会变好啊，或者是我们嗯。整个的新陈代谢啊，或者是我们整个的内分泌会变好吗？这个牵扯到其实我们不管是中医跟西医有一个观点，就是美容觉。美容哦，觉，也就是在嗯哼，我们身体是讲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以前古时候的人，他们务农，他们会随着我们一个时间，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他们就起床，太阳落下来就准备要休息。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以前人就算没有吃什么健康食品，他的身体都是非常的好，非常的硬朗，这样七嗯，八十岁还有办法去下田务农。那现在呢？然后40几岁看起来就是全身要坏光光了。这个其实跟我们身体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有关联的。那蔡依林的部分来讲的话，她9点半睡觉，其实以前的一个状况以前的一个观念来讲的话，这是很正常的一个行为。可是如果嗯，说连接到我们现在的生活模式来讲的话，大家会觉得说：“哎呦，你怎么可能有办法做得到？”那其实这个我认为只是一个习惯。
当你习惯嗯你9点半入睡的话，这个部分来讲养成一个习惯，就好像我们生活在一个有时差的地方，假设这个时差可能跟我们现在当地的时间差不多是提早2个小时或提早3个小时，那原本你12点睡的部分来讲的话，今天那时候想要睡觉，就变成说晚上9点的时候睡，其实就是所谓的一个生活习惯的这个模式。那早睡嗯，有什么好处呢？其实早睡跟我们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如果是以中医来讲的话，它跟我们身体的经络循行会有关系。我们身是体最需要的是什么呢？排毒，不管是排压力的毒，或是排食物的毒。那这个部分，其实在我们一个经络的循行的一个观念来讲的话，排毒最重要的时间就是肝经跟胆经排毒的时间。我们大概就是抓大概晚上的11点到凌晨的1点这段时间。对，那这段时间是，来讲的话，透过身体的一个睡眠充足，这个就是所谓的美容觉的一个概念，它可以排嗯。除我们身体的所有的毒素，不管是食物的毒素或者是压力的毒素。什么叫压力的毒素？你一整天被工作摧残了一整天，那你在这时候睡觉了以后，其实对我们的一个自律神经跟调节的交感神经有舒缓的效果，所以会让我是，们的一个身体的整个神经变得放松。那当我们嗯，身体的神经变得放松了以后，你身体的一个代谢的反应会变得比之前来的好，所以你的气色开始会变好，你比较不容易会有水肿的问题。这就是哦，所谓的美容觉的概念。哎，没错，因为其实我嗯，不敢采访哪一位中医生，其实他们都是，会建议啊，就是大家一定要最好是能够保持11点之前，就11点就就寝，这样子会让你的嗯，身体机能变得很好。因为其实蔡依林她也提到啊，就是她这么早上床睡觉，可以让她保持漂亮，还帮助她长期有一个维持稳定的体态。然后好气是，色，甚至包括他起床之后，他的精力也会比较旺盛，所以早睡嗯，的好处还真的是蛮多的。那还有包括您提到，就说这个，比如说我们讲，您提到11点钟之前睡觉可以帮助我们的肝经啊，可以做运行。那如果嗯，说假设暂时是，我们没有办法这么早睡觉的话，就是没有那么嗯，早这办法。那有很多人也讲说，哎，光是在床上躺着也有一些嗯，好处。请问一下周医生，这真的嗯。吗？我的认知是，如果你没有办法那么早睡觉，那起码你要嗯，睡饱，你要睡饱。但是我碰到一哦，些容易失眠的一些患者或一些朋友，他会嗯，他明明就很不想睡，他完全没有任何的睡意，可是他躺在床上等睡觉。我认为对我来讲这是个压力耶，因为其实对，你越想睡觉，可是你发现你睡不着，你心就会越慌，就会发现说，哎，我想睡觉，我怎么睡不着？那我之前有碰过一个网红，他也是想要学蔡依林睡觉，他嗯，就是想说，结好啊，他就想说，哎，我们试试看，我们9点半睡觉，然后就他平常都是夜猫子的人，然后他就在那边躺，结果躺到凌晨1、2点、2、3点，他反而睡不着。为什么是，呢？因为你在那边等待睡觉的时候，无形中对你的身体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这个就是很多失眠的人会发现的一个状况，因为我在临床上面看到很多失眠的患者，他会嗯，有等待睡觉的习惯，可是他没有哦，做任何的作为。那我就会这时嗯，候就会跟他说：“你如果说在等待睡觉的习惯，你这时候明明精神就很好，可是你在躺在床上，但你的脑部都还是很清醒的，那这时候你就会开始胡思乱想。”你反而会嗯，让你的身体可能就是从早到晚的事情再想一遍，那这样子是。的话会造成你的思绪更清晰，这时候你会更不想睡。这个观念就是我在晚上去跑步的原因是同样的概念，就哦，哎，是我的身体又慢慢活化起来了。是，哎，那是对，请问一下，这个是因为我们的生理时钟还没到那个时嗯。候要睡觉，还是说我们其实身体还属于比较亢奋的状态？如果慢慢来调整的话，是不是就有可能可以提早睡呢？我认为这个跟身体的调节出问题会有关系。我们哦，中医来讲的话，我们阳，这叫做阳不入阴。什么叫做阳不嗯，入阴？我们中医认为说，白天是属于阳，晚上是属于阴。当我们身体的一个调节是白天是阳，是很亢奋的，到了夜晚它要往阴的方向走，这个就是一个太极的一个概念，八卦太极的一个概念。但是，是我们的身体往往因为情绪、压力、饮食还有个性。
还有外面环境的摧残跟干扰，造成说我们身体没有办法由阳慢慢的进入阴，影响到我们一个平常睡眠的一个习惯，这个就是所谓的睡眠障碍的由来。嗯，是，哎，那如果对，是这样子，如果我们刚才讲的就睡眠障碍嘛，就是阴阳的这个调节没有调好的话，那这样的情是。况下，我们就永远不可能早睡吗？或者是这就说，是这个其实就是医师存在的价值。哦，医师存是，在的价值就是希望帮助你让这个调节失常的状况转化回正常。所以这哦，段时间来讲的话，我都会建议说，透过针灸或者是中药。那我先讲嗯中药哈，因为中药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但是其实在中药有很多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方剂可以改善，像我们中医的温胆汤啊，或者是酸枣仁汤啊，还有天王补心丹啊、加味逍遥散啊，你会发现这些感觉听起来的方剂，就算观众朋友比较不熟，可是它听起嗯，来的感觉就好像在舒缓你的情绪的这种感是觉。对，那我们是，就透过舒缓情绪的一个状况，去调节我们的交感跟副交感神经，其实可以改善我们的一个睡眠品质。那针嗯灸也可以，像很多人透过头皮针或耳针去调节我们身体的一个自主神经的一个反射，其实是可以让我们的一个亢奋的交感神经慢慢的趋于平缓。那这时候我们身体就比较可以由阳进入阴，那睡眠的品质就会越来越好。嗯，是，哎，那所以就说我们假设哈，现在真的也希望就是说可以提早一点点睡觉，但是我们还达不到的话，你靠你自己嗯，想要调节你的生理时钟是可能有一点辛苦，其实是可以找对。中医师来看看你身体是不是因为有阳转阴的时候，或这个过程中是不是哪里卡住了，然后可以做一些是，调节。有时候我会没有，发现，中医在调节我们人体哦，是全方位的看。就是为什么嗯，讲中医讲养生嘛，它不只是治疗疾病而已。因为上一支胃病啊，我们就是还没发病之前，哎，我们就是把我们的身体调整好，就有足够的就西医讲的免疫力去调节我们的对外的抵抗力，然后同时调节我们的人体系统。我觉得这是其实说实在的，我们讲传统医学啊，真的是一个蛮 smart 的，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嗯，聪明有智慧的一个医学。那另外一个是，问题，我还是想请教一下周医师，嗯，因为真的不是人人都可以像蔡依林这么样的早开林，睡嘛，哈，对。那是，像比如说医生现在9:18了，嗯，你还在跟对，我们直播，如果对啊，我们所以我们两个都不行啊。我们两你个不是早上，不行，好意思，我是早上，我我本来是早上，就这个时候我在，这是我是工作时间啊，所以没差。对对对，所以呢，我们是没有办法这么早睡。其实我也嗯，没办法，因为有时候真的前一天还在忙今天早上要做的事情。那可以请教医生，问题是，来了，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弥补我们自己这样子晚睡？我们讲晚睡好了，弥嗯。补我们晚睡所造成对身体的损害。你会其实怎么做呢？我认为说是第一个晚睡，第一个要睡饱，那再就是你该把哦，该做完的事情做完，你就该嗯，录，你就是该要准备要睡觉，而不是说你做完你现在的一个工作，你开始就是我们的 free time 这样子，开始哎好不容易有一个休闲时间，像我在就熬临床上面有夜熬夜看到，看电影对，吗？看到很多患者就是一个妈妈她嗯，通常来讲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好不容易小孩弄睡觉了，她才有自己的哦，时间。然后做自己的想做的事情啊，看一些电视，然后搞到凌晨1、2点，然后隔天早上又要用小孩，让小孩去上学啊，然后要用小孩，然后变成说他要很早起，所以一般来讲，妈妈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她容易会睡眠的一个时间非常的短，而且品质会不好。所以这就哦。是造成说，为什么很多出现了所谓的讲的比较不好听的，就是黄脸婆的一个这个状况，这个跟他的生活习惯真的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的观测是这样子，嗯有时候是嗯嗯，小孩把他弄老了，对，对对，所以这那个他脸色真嗯。的会变得黄黄的，就这样。会变成蜡黄，原因在于说，第一个他哦，睡眠时间不充足，那再来就是睡眠的时数不够。但是因为嗯，人因为长期的一个下来累积的一个结果，就是他就觉得说他的睡眠只需要5到6个小时，长期是，下来一个部分来讲的话，他身体没有透过好好的一个休息，那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因素，可能饮食啊、情绪啊、压力啊，所以他的肤色会变得越来越差，嗯色泽会越来越不光滑。
这就是为什嗯，么有些人说，生小孩以后，整个女生就会变得衰老或者老态会变得比较明显。其实第一个要是，先检讨一下，不见得是完全都是小孩的问题，蛮有嗯。可能都是因为说他的生活习惯造成说他的一个身体比较没有办法负担产生的一个结嗯，果。嗯，是，所以其实说黄脸婆啊，刚刚其实真的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因为我觉讲的得这句话讲的不好以前就是听啊，有一点对，好，讲的不好听，有一点戏对，谑，但是其实听起来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妈妈真的是非常辛苦，因为要照顾小孩，又没有自己的时间，然后呢又非常劳累，又整个照顾整个家庭，我觉得妈妈真的是非常了不起跟伟大的，因为又牺牲自己的时间，然后去整个成就整个家庭，我觉得这个是很应该要值得好好被照顾的。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周医生也是有看很多的患者，也都是女性朋友，帮是，助女性朋友来调理身体。那么，如果像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哦，你会不会嗯建议，如果像这种妈妈们啊，嗯或者是她们嗯真的是没有办法早睡的话，那嗯忙到1、2点才睡觉，那有些嗯，啊，像上班的人，他可能是轮夜班，那这样子是，就可能会有时候，比如说1、3、5轮夜班，我就没有办法11点睡，嗯错过了这种肝经、胆经的巡行的嗯。时候，我们不能10点以前睡，是不是叫退而求其次？刚刚您讲嗯的，只要睡满7、8个小时就好了呢？嗯，其实我以前在医院上班，像我们有碰过护理师的同仁，或者是我们以前我在有一段时间在西医待过，需要值班。那其实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会轮夜班。那轮夜嗯，班的部分来讲的话，我们以前在年轻气盛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承受轮夜班的这种压力，包含了护理师。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喜欢上大夜班的，他的年纪大概就是刚毕业的那时候的护理师，当他到了可能就是开始30岁、40岁，他会发现他的身体越来越不能承受夜班的压力。那为什么大嗯，家我们会想说想要轮夜班呢？因为讲实际一点的话，夜班钱多嘛。对，那哦，花同样的时间来讲的话，有些护理师他会选择轮大夜班，大夜班是是11点到隔天早上8点。是，那时段时间来讲的话，第一个他轮大夜班，那时候为什么大家喜欢除了钱多以外，第二个就是事情那时候比较少，因为大部分的患者都在睡觉。如果说嗯，在医院，我们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医院的形态，最忙的是小夜班，最忙的哦，小夜班，小一般那再来就是是几点到几点？3点到晚上11点，哦，然后3点，白班下午也很忙，三点到晚上十一对。点。对，要应付很多，包括应付讨厌的医生啊，要应付讨厌的家属啊，这东哦，西都很讨厌。对，那白班也很忙，因为白班就是是，病人刚起床的那段时间，一下要量血嗯，压，一下要搞东搞西的，嗯，对对所以白对，班跟小夜班其实基本上都算是很忙碌。可是大夜班，老实说相对来讲就比较闲一点，那钱又哦，多，所以很多是，刚开始年轻的护理师，他会开始想要轮大夜班。嗯，但是为什么后来哦，大家都不想轮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身体出太问题了。累了。哦，没有，其实不会累，因为他们都白天在睡觉，然后哦，晚上的时候开始工作。可是是，我刚才有提说，人体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是，所以当我们开始违背这样子一个状况，我们晚上的时候就是开始活动，然后白天的时候太阳出来要睡觉，我们身嗯，体的会有一个问题叫做荷尔蒙的一个调节失常。所以他的哦，身体就开始越来越不稳定，再加上你如果说常上大夜班，你会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的人际关系会开始出现状况，因为大哦，因家为大都是白家都在天的时候在睡觉。活动，然后你只有晚对，上的时候在工作。可是当你哦，白天的时候，你准备要睡觉的时候，你的朋友开始约你说：“哎，周汉要不要一起出去玩啊？哎，周嗯，汉要不要说哦，对对怎样啊？”这时对，候就干扰到你的人际关系，你这时候会陷入两难，嗯，你到底要睡觉嗯，还是要出去约会？嗯，对，那其实基哎，本上你会很困难，是因为你那时候明明就很想睡觉，你还硬跑出去，这个是多嗯，少难免的。然后变成说是，你牺牲了你原本应该要睡眠的时间，哦，那这段时间你的生理时钟就乱掉了。是，因为我看了非常多类似嗯，这样的一个剧本，我就是一直不嗯，断在研究说为什么上大夜班身体会不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个状况。可是如嗯，果说假设换一个方式想，他的生活都很自律，都很规律，该睡觉的时候就睡觉，该起床的时候就起床，我认为大夜班对他身体的危害并没有这么的大。可是往往哦，我们的人生是不自律的，
因为它会有嗯，有一个状况就是放假。放是，假，因为我们譬如说一周7天嘛，那我们做嗯，5天工作，是我2天休息，是，这2天的一个休息就会打乱你的生活节奏。哦，你就是因为你想白天要跟白天朋友出去对，你了，白天就会出去了，然后哦，你变成说对，你晚上你变成说你要回去再睡觉不容易，所以你的嗯，生活的一个规律跟习惯就被打坏掉。这个就是。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原因。嗯，哦，所以就说不，他倒不是说一定完全的不可以上大夜班，而是在这个大嗯，夜班的过程里面，你一定要自律。但是要自律确实是有一点点困难，所以就说还是真的是，就还是要做一些补充啦。那这样子，对，如果说我们真的是一定像工作的情况这样子，你会建议他要怎么嗯。做会让我们的身体更好一些呢？我们就给他们一些好好的有一些生活的调养的一些建议吧。我会认为说你想睡觉就要去睡觉，就是不嗯要硬盯，就是像譬如说嗯，你不要盯的那个时间，那个不睡觉。再就是，是你的生活的3餐的定时，我认为很重要。就像嗯我刚刚讲的宵夜理论，其实上夜班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饮食会不正常。你该是，吃饭的时候你不吃饭，可是你该睡觉的时候，你却是正常来讲，也就是可能又要吃点东西再睡，会造成你嗯的3餐的习惯不正常。这跟外是。面有关系，就是你外面没有在贩卖东西，那你能选择不多，那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就是会跳过你的饮食的时间，是是，这个也是另外一个上夜班会有的状况。嗯，没错，其实您提到这个点，我们也之前采访过营养师，他也告诉我们说，其实他之前在值夜班的时候，在饮食上确实是比较难以控制，所以后来他变成是，要非常的自律，然后去准备一下他的饮食，才能够嗯，吃到正确好的营养素，不然有时候他在他的3餐里面就很容易打乱了。我想这个是特别要注意的。如果您是现实中没有办法早睡，然后又很难补足8小时，这一类嗯，人就要特别注意。但是这一类人还有一个问题哦，就是出现暴食还有情绪性进食的问题。那这样子，是，我想问一下周医生，你有没有患者因为熬夜，然后睡得少就变胖？就像您刚才一超开始多的啊，提到的，然后就我自己就是啊。心情变糟，我自己就提前是啊。老化。对，我对，自己就是，所以我就您自己发现说都是睡觉很重要。那为什是，么我刚刚提到说为什么很多人上夜班，后来不上夜班的，他会出现几个问题。第一个，他变胖，他变嗯胖，他身体的代谢变差了，开始容易水肿了，月经周期不嗯，规律了，开始发现他想睡觉，该睡觉的时间他睡不着了。那这时候哇哦，他就会出现说，我的身体出现问题了。这些问题嗯会出现在什么时间呢？大约开始进入30岁左右。原因在于嗯说，我们身体进入30岁以后，我们整个身体的调节机能出状况，身体变得开始走下坡。但是这样子的一个下坡，往往在30岁之后才开始出现。那开始出现了一些譬如说我们的一些检查，医学的检查上面出现一些红字啊，可能是胆固醇过高啊，或者是本身你的血压开始不稳定，那或者是感觉很容易疲劳，那甚至是甲状腺跟内分泌的调节失常。这个就是所谓的身体已经出现了实质性的一个病变。那嗯，这时候我们才会警觉说：天哪，我已经不能值夜班了，因为这个剧本几乎每天都在医护人员里面上演。还有第二个是是，职业就是空姐，这个我也常看到。哦，所以空姐，有些空姐她到了大概30岁、35岁之后，她开始会有点倦怠，就会一直思考说还要不要继续飞。嗯，对，这个部分，因为我在临床上面会看到很多的患者，我会是，聊他们的职业，然后我会把这嗯，些职业归纳出他们会出现哪些问题。那是。看久以后就发现说这些问题都八九不离十。是，空姐还有一嗯，个问题就是时差，因为其实时差时差，还蛮痛苦的。如果比如对，说像我在美国，您在台湾，嗯，这个是，就是一个白天一个黑夜，这个要调起来，嗯，其实有时候我回台湾的时候就觉得哇，最近真的是可能有一点点年纪哦，在调时差的时候都会觉得哇，非常的辛苦。所以我想说，其实工作，万一你真的是因为职业的关系，你一定要好好的调理你的身体。嗯，我觉得刚才就是周医生提到的，这个非常的重要。那因嗯，为还有一个情况，我想很多人也有可能，就是说，如果因为其实现在保养品啊、保健品啊，或者是什么是，胶原蛋白，都还蛮嗯，受欢迎的。那假设我们持续的熬夜或睡眠不足，那是不是嗯，吃再多的保健品啊或胶原蛋白，其实都起不嗯。了作用呢？
保健品、胶原蛋白，甚至是如果说有些人熬夜，他会想要让睡眠变好，他会吃褪黑激素。是，这类型的一个保健食品来讲的话，其实吃对我们的一个身体，它会有辅助的一个帮助。但是有些人他会，如果说是依赖这个，而没有说有正常的生活作息来讲的话，他吃过多，反而对我们的一个肝脏是一个造成负担的一个状况。所以嗯我都会建议说，如果说当你出现这样子一个问题的话，你应该先咨询您的医师，请他帮你做一些分配跟调节。那再就是是不是有需要用到其他的一些用药？那当然，我认为用药是最后的一个手段。我大概是，都还会建议说，你用不同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治愈的方式。所谓的治愈嗯的方式，就是你尽量在睡觉前，你尽量不要有一些过度亢奋，就是说一直在打电动，那或者是一直看一些很激烈的，或者是很让你入戏的一些戏剧，因为你会一嗯。直不断的一个重复的温习跟重复的一个想后面的一个结局，那你又发现说你没有把这个戏剧看完，你就是睡不着，你就会开始产生一个叫做追剧的一个状况，那你嗯，的生活作息就乱掉啦。那是。我回头在想说，那你当初不要看就好了，你就是好好睡觉就好，白天再看就好了嘛，就不会有可是这个问题。追剧通常都是追，然后双眼都是熊猫眼才可能会这是啊，样。是啊，因为就是，是人生嘛，就是我们才有医生扮演的空间啊，要不然大家每个都这么像蔡依林这么健康，谁会生病啊？真是的。对，所以就他才有这个医生这个职业存在的一个很重要。是当然，我们啊，现在还是要帮助大家，就是说，在你还没发生疾病之前，就是希望嗯你可以不要有疾病。我想这个也是大家来看健康1+1的一个嗯，愿望啊，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对，就是做好养生。因为我后来发现，养生其实在20、30岁的时候，你真的不会想到要养生。我相信，如果在看嗯，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您现在是20几岁，你一定会觉得哦，我听到养生我就直接转台了，我也不想看。是没错，但是事嗯实上，你的养生是越早起步越好。我现在做了嗯健康节目10几年，到现在，我觉得如果嗯你能够有这样的智慧的话，麻烦你早一点就帮自己做养生，帮你自己的下半辈子存好，就是养生的这个股本，长寿又健康的这个股本，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想，是，其实大家都想逆龄啊，其实你要20、30岁就开始准备好你的逆龄嗯是对的。嗯好，那另外一个问题啦，就是我觉得大家还是想知道，就是很多人因为生活，就刚刚提到了，或者是工作啊，比如说空姐或者是职业，他没有办法这么早嗯睡，像这样的情况哈，可不可以请周医生来为我们简单的提供几个，比如说一嗯些生活的一些养生啊，或者是一些习嗯惯啊，甚至比如说像中医有一些穴位按摩啊，或者是说嗯有一些药膳等等等等的，你可以提供嗯。我们一些可以减少我们因为熬夜或者是必须要值夜班带来一些伤害。我如果说我认为要值夜班，第一个你的嗯，生活还是要规律，想办法规律。但是这个有是，点困难，就我刚刚前面讲的一些难处。那但是嗯规律的生活对你的值夜班可以减到最低伤害的一个程度。那再来就是我会建议说，就是如果有值夜班的朋友，你平常在该动的时候还是要动，因为我认为促进循环其实可以有助于改善我们身体的调节跟代谢，而且可以稳定我们身体的一个内分泌。什么叫促进循环呢？其实我认为其实是不管是敲打或者是泡脚，其实都会有帮助。像我其嗯实我都会用我的一个拳头，那去敲我的一个脚的肝经或者是胆经，对我们的一个嗯身体的循行或者循环都会有影响。为什么要敲打脚呢？因为这我会促进淋巴的回流。我嗯，如果说常常在值夜班，如果是我个人，我第一个也会有一个，除了说脸部容易水肿的一个状况，我的脚也会容易肿。那是，脚也会容易肿啊，不是说因为你喝水喝很多造成脚肿，不对，这个跟你的淋巴的回流、代谢失常造成的脚肿会有关系。那这时候因为我在上班，我没有办法去运动或做一些活动，你要怎么办呢？赶快多去敲脚。敲脚，那嗯，很多人都说，那要敲什么样的穴道？要敲足三里、三阴交，还是要教阳明拳？不重要，对。随便乱敲一通，随便啊，乱敲一通，是吗？真的，就是真的。脚就可以的吗？是大腿还对，是小腿？还是大腿、说小腿或大腿后者是大腿侧啊、内侧、后内侧侧、都敲都旁没有关侧，系，对不对？因为肝经、胆经。
对，肝经胆经这是循行的问题，但是我嗯嗯，认为放松身体的筋膜绝对对我们的排毒会有帮助。因是，为大家也不要想说，哎，一直要吃什么啊，补什么啊，对你越上夜班的人越不能补。因为我常常会看啊，到说，哦，我越上夜班的人，他就说啊，那我要吃个补汤，要吃个麻油鸡，要吃个姜母鸭。你知道不可你上以吗？夜班不可以，因为上夜班会造成我们的阴虚。阴虚另外一个讲法就哦是火旺。阴虚火旺就哦，是因为你长期上夜班造成的一个结果。什么叫阴虚火是，旺呢？你身体的手掌心跟脚掌心容易发热，你的嘴嗯唇是红的，你容易口干舌燥，你的容易心嗯烦易怒，你容易有心悸的这种感觉，那容易有潮热，那会觉得好像身嗯，体都觉得好像闷闷的，闷闷不乐，或者是有胸闷的情形，这个都是所谓的哦，阴虚血燥。那这时候你更不能用食补或食疗去改善，你反而这时候要是，怎么做呢？我如果说你真的没有办法拿到一些就是滋阴养生的药膳的话，你直接嗯，喝甘蔗汁或者是喝椰子汁会有帮助。哦，真的，这个降会有帮助。火吗？是为了对，降降火气虚火，吗？要哦，降降虚火，但是不能虚火，喝太多，不能喝太嗯，多，因为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它只是虚火而非实火。那阴虚哦，火的话，你真正要滋阴，我如果说是在临床上面滋阴的话，我会用一些麦门冬啊、生地呀、玄参这类型嗯的比较滋养阴液的一些中药去煮药膳。那也有常会听到说，有的时候是用冰糖炖水梨，这个也嗯，有帮助。这个对于我是，们上夜班的人会有帮助，而不是说上夜班的人我就是要买一些羊肉炉啊、姜母鸭啊这样子来补，他越补会哦，越糟糕，而且他越补他的神经的调节会越差，就开始失眠。哇哦，哇对，这个哦，部分我在临床上面常看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也就是哦，说你上夜班反而更不能补。他会觉得说是，啊，我很累的，我好像加黑夜，每次上班完都累得半死。哦，所错，以还可以不能补错，这时候不应该补，这时候反而是嗯要滋阴润肺，那清嗯，心除烦，这时候你是。身体的调节才会稳定下来。哇哦，那刚好这个嗯时候，因为是秋天嘛，虽然现在在台湾天气还是蛮热的，但是呢，嗯，其实是现在已经是秋天的时节了。那这个秋天时节刚好也是来养我们的肺，是一个很好对，的。刚才提到的这个梨汤啊，我想百还是蛮百合炖百合炖梨子啊，或者是看冰糖炖梨子啊，都可以，是，只要把哎，这样梨子拿去煮就叫炖。是这样子，其对，实我觉得很多水果，我最近也是听我有一些朋友就提到说，哦，小伙伴们，他就说，哎呀，我最近都喝那个，就是用苹果啊煮水啊，好嗯，像大家都很流行，最近很流行现在很流行的吃苹果，叫做苹果加洋葱，苹果洋葱水。对，它那种苹苹果洋葱果水就是可以改善我们的一个感冒，或改善我们的一个容易感冒的这种体质，那增强免疫力。因为主是，要像苹果加洋葱，因为其实正常洋葱就有效，但是洋葱嗯，往往都是有那种辛辣的那种感觉，大家是，吃不下去。可是忽然发现有个人就丢个苹果进去，就苹果洋葱水，发现异常的好喝。对，所以这个就是很有对，这个有创意的 帮助。料理，对，然后发现说，诶，这个还不错，然后又健康，然后又好喝。所以苹果洋葱是，水其实我也蛮常看到，蛮常像譬如说网络文章啊，或者是嗯。患者临床分享，然后我自己来煮，发现诶，其实真的还不错。哦，但是对，它在真的中医方还不错。面有没有这样的理论啊？就我们现在就嗯，苹果、洋葱，或者是苹果加枸杞，还有苹果加苹果加枸杞。红枣，对，就嗯很多。他说其实你可以自由的搭配，可是嗯我觉得其实中医它有一个配伍的一个概念，如果我们这样随嗯便搭配，对我们其实这样喝会不会就是没有针对对症下药，或者针对你身体的啊、体质去做一些调理呢？如果刚刚说是苹果加红枣或苹果嗯，加刚刚讲是那苹果个加枸梨子，杞枸杞，我会是。怕是有可能是糖分摄取太多，我只会担心这个。哦，对，因为哦，其实如果说枸杞跟红枣，其实相对来讲的话，里面的一个糖分已经蛮多的，再加是，上苹果，它如果说它是属于比较偏甜的苹果，如果说你嗯，是选酸的，就算了；如果是偏甜的话，我会认为说果糖的摄取会比较多，反是，而会比较容易有发胖的问题。哦，嗯。但是对我们的身体其实还是能够起到一个提升我们的人体免疫力的作用吗？还是说其其实我我实会我认为建议加我认为洋葱？多少只是健康的，这个相对来讲都是相对健康的食物，我认为是是，不会有太多的一个偏性。
但是我嗯们在嗯，用的部分，像譬如说苹果加上不管是任何的一些那些食材啊，第一个就嗯，是顺口，第二个就是你偶尔吃，也不要说是很认真的每天吃。就哦，像苹果洋葱水，你每天喝，有时候因为洋葱有时候太过于刺激，对我们的一个口腔黏膜，其实多少也会有点刺激。对，嗯，那你觉所以得说适当嘴巴有点补充，刺刺的，对，适当的嗯，补充就好，因为还是要从真正的饮食或者是均衡的饮食去调节，我认为会比较好，这个是。那都是辅助而已。对，如果说是刚嗯，才提到的，我们就是做一些补充啊，比如说一周我们可能喝个2次啊，这样子的苹果汤，那也许就可以是，调节，或者是冰糖雪梨汤，或者这样子就可以调节来做一些养生的作用。但另外一嗯，个就是说，您刚才提到食补，在食补的部是，分，就周医师，你有没有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些什么？尤其是可能会你要面对熬夜的一个工作，或嗯。者是你要去调理你的身体，食物的部分，你有什么建议吗？食物的部分，我认为是，我先讲，如果是正常的一个饮食，不讲中药的话，我认为是，在熬夜的时候，你要选择低钠、低盐的，不要哦，说都是喝一些高钠。像我会嗯，常常都会看到有些熬夜的朋友，他们很喜欢叫那个火锅汤，火锅的一些配料。是那如果说吃是，这些火锅的配料里面都是高钠，这哇就是为什哦，么容易水肿的原因。而且嘌呤还是也就是挺高的，对，嘌呤也高，所以会造成所嗯，谓的痛风代谢性的问题。那这是，个部分来讲的话，当然有些人因人而异，可是我都会建议说，就减少钠的摄取，所以钠就是减少盐分的摄取，其实可以让我们的一个身体的一个负担变得比较少一点。所以减少钠摄取就是你别半假胸减嘛，不要吃太咸，嗯就是在晚上在吃宵夜的时候，这个部分来讲的话，真的要少一点。那再来就是汤汤水水的也要减少。因为晚嗯，上的时候，其实我们身体是正准备要入睡的时候，相对来讲的话，我们身体的水分的代谢调节也会比早上来的差。那这时是候你的汤品的东西不能太多，这个部分要稍是是，微注意一下，但是还是可以正常的喝水，嗯。正常的喝水。嗯，是，那所以就是说正常当然就不要睡前喝吧，因为比如说晚睡的时候，可能你喝多了水，你在睡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对我们的肝肾其实都不太好，因为睡前喝水，其实您会建议吗？就大概我不建议耶，我通常多来讲的话，就是我一整天的水分来讲的话，我睡前2个小时就会开始慢慢的减少。那有是，些人会觉得睡前容易口渴，那我就说那你就含一点或者是喝一点点，不要让自己不舒服就好，千万不要一直灌水。一直灌嗯水它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容易会有夜尿的情形。如果嗯，你的睡眠品质很好，你不会有夜尿，可是往往大部分人的睡眠品质都不是这么的好。当你的睡是眠品质不是这么的好的话，你的膀胱有一点点的尿意，它就会叫醒你。原因是，在于说你的身体没有进入深层的睡眠，你会感受到膀胱的胀意，所以你嗯。就会起来夜尿。所以我常常在临床上面啊，我会患者说，哎，你有夜尿的状况吗？我就会问夜尿1次或夜尿2次。当我认为我评估说他的夜尿只要超过2次，他就算是有睡眠障碍。嗯，哎，所以嗯，现在大家有听到，如果你的睡眠有中途，就是比如说中途起来夜尿的话2次以上，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做一点调理，不要就是比如说我们要尽量避免下午的时候，尤其是比如说下午的时候喝咖啡，很多人就会觉得啊我喝咖啡啊，但是你在下午的时候你就尽量避免不要喝咖啡，还有睡前的话2个小时，嗯，我们就喝一点点的水，或者是尽量就避免，这样子才会不会影响你晚上睡觉的品质，还有起床是，夜尿的问题。好，那可不可以最没错。后啊，我还是请周医嗯生来帮我们做一下总结好，因为其实嗯，熬夜这件事情啊，真的是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伤害，再加上看是，到蔡依林9点半睡觉，可以保持这么年轻，我想帮我嗯们做一下总结，就是鼓励一下大家，是。如果我们可以怎么样去休息，可以让我们做好最好的养生呢？其实你想要变蔡依林，就早点睡啊。其实这个部分来讲的话，人家都已经做给你看了。其实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样，就是一个自律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睡眠提早？这个我教一下各位观众朋友。假设说嗯你是凌晨2点习惯想睡觉的人，我都会跟他讲说，没关系，你就凌晨2点睡，可是麻烦你隔天早上的时候，我们提早半小时起床。每嗯天都这样子做。假设他今天是2点睡觉，然后他是早上10点起床，
他的睡眠算很充足，哎，周医师，我这个睡眠很充足啊，那我就会跟他说没问题，那我们现在把我们的时钟调成9:30，那嗯，隔天晚上的话，我们就会建议说，那你是不是9:30起床？那你是晚上的时候就变1:30睡觉，就这是，样子循序渐进的，每天嗯，提早半个小时，把他的时间控制在大约11点到12点之间睡觉，我认为他就及格了。我觉得哦。蔡依林是有点太偏激了，因为那个不符合真现代正大人生家的生活活模式，大家形态，觉得突然因为要9:30睡，压力因为很大。蔡依林是天后，她又有钱，她又不是说非常的需要一直不断的为了五斗米折腰，像我们这一种就是要为五斗米折腰的人，所以她的生活形态来讲的话，她有办法去控制。可是我们不嗯，行啊，我们是，身上有非常多的一个重担啊，也有工作嗯，要做，所以并没有是办法像她一样，所以是，说我们而且就必须有一些折中。对，而且其实嗯，周医生我们在直播前也跟周医生聊到说，啊，周医生你有办法9:30睡？他说其实不行啊，因为我有看夜诊，夜诊，然后我看夜夜诊，诊其实是为了服务这些上班族的民众，因为他们其实平常工嗯作很辛苦，也就嗯，是那。比如说周末可能还要陪家人啊，照顾家里，那可能真的是就是对，他下班的时间，他才能看诊，他才能嗯来看医生，所以就真的是对，为了服务他们，所以医生真的是一个还蛮辛苦的职业，因为大部分在台湾的医生都有夜诊，所以辛苦嗯，了，谢谢周医生为我们的广也没有。大的民众其来做实也没有，因为服务。业者比较好做，也赚的也比较多，这个也是自己的一个想法。对啊，因为开业要有业者，才可以比较好经营这样子。对啦，其对，那实也是，当然其实但也是要开玩笑的，服务对，当然这玩笑话，当然也是要服务民众啦。我觉得这个是一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宗旨，因为医生就是来照顾我们，应该说医生就是来补充我们自己照顾不足的之后，出现了一些疾病状况就要看到医生，所以当然啦，就是也很感谢医生们的服务。我想今嗯天呢，真的很感谢周宗汉医生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解说。就是希嗯望大家今天都能够提早一点点睡。我觉得其实我个人来说，我以前也是喜嗯，欢晚上不睡觉，就夜猫子，好像1、2点觉得哇，真的是晚上很安静啊，工作起来啊，特别的然后有自己的时舒服。间呐、然后思虑也变对，得很好。我以前也思虑变是这样子，很清晰，你知道吗？你也是一样。对啊，我可也是这样，是我后来发我就晚现不行，上在那边写文章，然后做自己的事情啊，然后看小说、听音乐啊什么的，然后搞到大对概1点多睡觉，然后后来发现真的老了就不行这样子。对，真对，的我过不行，40岁之后才发现说这样真的不行，我觉得老三十了就岁之后不行。对，真的，因为我每个年纪都有每个年纪的一个阶段，三十是岁有30岁的一个状况40岁有40岁的状况。我30岁都觉得，哎，我的体力都可以胜任很多事情，可是我过了40岁之后，发现我身体慢慢的出状况，以后才发是现有惊觉，那我的是，警觉性就会很高，就会发现说，哎，嗯，这样的状况对我身体是不行的，我就是开对，始慢慢的去修正。那再加嗯上看诊的时候，我会发现患者的很多问题都跟他睡眠跟他的习惯有关系。嗯，患者就是我的借镜，我会发现说啊，原来他这样子会产生这么严重的疾病。其实看诊看久了，医生自己都会怕，然后就是。变成说，哦，就原来这样，哦，我将来心里的 OS 是我应该也不想跟他一样，然后就开是，始慢慢的修正我自己的习惯，这样子。所以我觉嗯，得当医生也是有偏德哦，就是对就像病人就是一个镜子，让我看到哦，这个对我千万不能这样做，我觉得是一个提对醒。而我想，其对，实当然就是周医生，其实每次来节目都给我们带来很棒的分享哦，因为他亲身的自己个人的经验，还是有患者的一个临床上的一些经验，都提供给我们观众很好的养生，或者是让我们调理我们的身体很好的观念跟我们的一些知识。真的非常嗯。感谢周宗汉医生，期待大家今天尽可能的，就是还是早睡，或者是如果你真的不能早睡的话，就周医生今天提供了很多的很好的一些，比如说药膳啊，或者一些穴位按摩啊等等的一些方法，大家都不妨来试试看。非嗯，常感谢周医生今天的解说，谢谢。谢谢。谢谢。我想听完之后，我真的是再回去想一想，蔡依林9:30睡觉，真的是还蛮厉害的。不过，我想今天别担心啊，其实医生也告诉我们很多的一些补救的招数，就算我们真的因为工作没有办法早睡，那也可以减少一些熬夜的伤害。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今天我们能够早睡，变得漂亮又变年轻，大家今天晚上要不要一起挑战一下？先准时11点好了，我们就是
干精巡行的时间，11点上床的睡觉计划。如果你觉得自己能不能撑过第一天呢，或者是还是偷偷滑手机到半夜，欢迎你在留言区告诉我，我们也许可以来办一个早睡挑战赛。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呢，最后还是请大家帮忙在99健康咖这个频道里面帮忙订阅一下，然后同时分享，让我们的健康知识可以传播，让更多人可以受益。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是啾啾，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记得今天早点睡哦，拜拜。